大家好，我是沈老师。上一集呢，我们讲到量身的长度跟维度怎么量。那如果还没有看量身到底前置要准备什么，然后长度维度要怎么量的话，记得先去看前面2集哦。那我们今天就会依照接下来的这个手部宽度、领部的部分跟大家做讲解。还有今天的最后呢，我们会送大家一个小礼物，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如果你喜欢服装相关知识的话，欢迎先按下订阅，帮我们按个赞哦。再来第3个部分呢，手部呢，我们就是会依照你想要的袖长会有点不一样，但是除了袖长之外，有几个我觉得是必要量的哈。第一个部分是肘长，肘长的话就是请这个被量身的人就在他侧边，从尖端点一路到他的手肘最凸的点，这个是肘长了。然后再来量一个全袖长，肘长量完之后呢，手稍微压住这个皮尺，再一路往下到他的这个手腕的地方，这个位置，这是全长袖的位置哈。再来一个是胯间袖长，胯间袖长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成衣上面呢，在量的时候，可能因为每一个落肩的位置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会量不只有从这里到这边，它是全长袖，会包含这个肩宽的地方也量进去。那胯间袖长就是从后中心点到尖端点，然后再到你的袖长，这就是胯间袖长的尺寸啊。我会建议大家也把这个量起来。再来就是袖长呢，那袖长就是看你要从尖端点，比如说短袖的话呢，到比如说手肘上来1/3左右的地方，提供这样子的表格给大家参考，看你是要做什么样的短袖、长袖、5分袖什么的，你可以依照它的尺寸去量。但是我会觉得啊，就是我们只要把尖端点，然后到肘长的位置，到全长袖的位置都量出来之后，我们可以依照比例去切它的袖长就可以了。接下来是袖子的维度了，包含就是袖笼，袖笼就是我们所谓在旗袍上面我们会讲这个台肩，这个 armhole 的地方。那 armhole 的地方呢，我们就从这个尖端点一路绕过他的手臂一圈到你的尖端点。那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会给到差不多2到3公分的松份，因为你总不能把这个衣服完全卡在腋下，你知道手在动的时候就会摩擦吧，所以建议这边还会给到2到3公分的松份。但这松份不一定会依照你的布料的厚薄度去斟酌给多跟少，基本上来说你给到2到3公分，然后你可以请它稍微动一下。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袖笼嘛，有没有突然发现我们好像换了一个场景？因为我录到一半，手机容量没了，刚刚录的都白录了。总之花了一点时间，然后弄到很晚，录了2、3次，所以拜托，如果你觉得服装这些影片对你知识性你有学习到的话，先帮我按个订阅好吗？拜托拜托。好，那我们继续开始咯。刚刚是从这个 armhole 开始嘛，那 armhole 量完之后呢，我们就会量袖口了。那袖口的话，因为依照你是短袖还是长袖，量的袖口也不一样。比如说你短袖的话，你就会在你需要的这个袖长这边绕一圈，然后记得加松份。那我们松份的话，通常会用1根手指头去夹。好，那袖口量完之后呢，我们会量肘宽。那肘宽的话有2个尺寸需要量，一个是呢手肘弯起来的尺寸，一个是放下来平量的尺寸。为什么要量2个呢？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用平织，就是没有弹性的布料的话，我们直接手肘的宽度是平量的话，那你如果做出这个袖子，手弯起来这边就会过于紧绷，所以建议大家这2个尺寸都要量，一个是手肘弯起来，一个是放下来的尺寸。好，这个就是肘宽的部分啦。那第4个部分呢，我们是宽度啦。那宽度一样分前跟后，我们先量前片哈。好，前片的宽度，第一个呢是前肩宽，尖端点到前中心点到尖端点这个宽度。再来是胸宽，胸宽是前面的腋下点到前面的腋下点这个宽度。那这个胸宽很重要，我们很常在打这个，不管是无袖还是接袖的话，这个前一点到前一点，如果位置不对，你袖子穿起来就会不舒服了。所以这个胸宽跟背宽是很重要。好，接下来就是前面还有一个 BP 宽，我们叫做乳中。哦，国服上面叫乳中。乳中的话就是 BP 到 BP 的点，前面的宽度量完，我们画后片。后片的话有一个背肩宽。尖端点到后中心点到尖端点，这个是叫背肩宽。然后背宽的话是背后的腋下点到背后的腋下点，这叫背宽。然后再来就是小肩宽啦。
小肩宽就是一边的肩膀的宽度，所以是你找其中一边侧颈点到尖端点，这个叫做小肩宽。那以上的话呢，就是第4个部分，宽度的部分，那一样分前跟后哦。好，最后了，已经量到最后，就是我们的领部啦。领部的话就是领子、脖子这边嘛，我们分为就是我们国父在叫领长，那其实就是领围的部分，就绕着这个被量身的人脖子一圈。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看到我的手啊，手指头会放在这个皮尺中间？你要记得加松份。那这个松份也是依照你的布料的厚薄度去取决你要放多少。如果你布料厚的话，你的松份可能要再多加一点点。好，那这就是一整圈的领围，我们所谓的领长。然后再来呢，前领高。这前领高呢，是我们在做立领，像旗袍啊，我们里面会有这个领衬，它是比较挺的，所以我们才会特别量这个前领高。那如果你不是做这种旗袍类或者是高领类的话，你就不需要这个前领高。那前领高的量法呢，我们是从整圈脖子大概1/6处。什么叫1/6处？你会想象这个人哈，把它剖成6等份，脖子剖成6的等份。如果一半来讲，就是前中心点到后中心点的1/3的位置，前中心过来这一边的1/6的位置。为什么要量前领高？因为呢，旗袍的领衬它很硬，如果后领高很高，前领高一样的同等高的话，这支笔是这个前领高好了。今天我脖子动一动，哎，这边是不是就卡到我的脖子这边？这个双下巴就挤出来了。所以这个呢，前领高的部分就要特别降低一点点。你取好你的尺寸之后，请这个被量身人脖子动一动，看会不会卡到。好，这个是量的技巧，以不碰到侧面这个腮帮子为主。前领身的话，就从侧颈点到前中心点水平这一条线。那领宽的话，就是侧颈点到侧颈点这个宽度，我们也叫前横颈宽。好，这是前片的部分。好，再来领部的后片呢，我们分为后领高。那后领高就是从后中心点往上看你的这个领子的高度想要多高。好，那这边都是因为旗袍有立领，所以才需要量的这个领部的部分。那如果你不是做立领，所以基本上你就量刚刚的一个尺寸，就是领围的那个尺寸，基本上就够了哈。好，以上我就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这个量身特辑给量完啦。那这边的量身呢，就是从头到尾，希望大家可以照这个顺序量，就不会就是量来量去的时候就很尴尬，或者是尺寸不对。好，那我特别准备了一组我们在量身的这个比较精细的这个尺寸表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 IG 或者是脸书，帮我们私讯留言说我要量身表。我们就会提供我们这组量身表给你咯。最近的触及力很差，拜托拜托，拜拜。